有人说这是乐高近几年最拉胯的一款科技组旗舰超跑，也有人说这款法拉利呢再一次刷新了1:8超跑的天花板。那么这款全新的乐高42143法拉利 Daytona 的表现到底怎样呢？此前海外博主评测的变速箱错误和步骤缺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全面的评测和解读一下。先来看一下包装，不同于此前1:8超跑常见的包装形态，这辆法拉利的包装呢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异形车库版包装方案，以红黑色为主色调，正反两面呢都是法拉利 Daytona 的成品渲染图。那在拼搭完成以后呢，这个彩盒恰到好处的可以作为简易车库展示盒的用途。打开包装，里面有3个内盒，并采用了 Daytona 标志的尾部刀片的整体轮廓和视觉元素。打开内盒，2本拼搭手册放在第一个盒子里，3778片零件被分成了31个零件分包，7个大步骤。那全新开模的轮毂零件则是通过指托进行固定。另外，在分包袋外面呢，还有一块单独的展示名牌。拼搭手册一共有2本，看起来非常的厚，步骤多达1267步。打开内页，里面罕见的使用了30页的篇幅，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法拉利的历史以及乐高这款积木的设计历程，以及还有一些新零件的设计思路。除此之外呢，在内页里面仍然贯穿了一些精美的平面图，所以这里呢再一次的不得不佩服乐高强大的包装宣传能力啊。好了，那我们开始拼搭。那拼到第88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变速箱有问题的地方了。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以7点半的方向装入一个浅绿色的60483。在这个前提下呢，乐高拼搭手册中所呈现的这2个换挡齿轮是这样的排布关系。那实际上正确的方式是将这2个换挡齿轮拨动到这样的排布关系后，然后再装入这个浅绿色的60483，否则换挡顺序呢就会出现问题。具体的原因我们后面再通过建模的方式给大家分析。这里我们先继续。那这里可以看到拼搭手册的另一个错误，第104步图示中的勾和叉标反了。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发现，也很容易避免，因为下面的图示这个地方呢是正确的。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一大堆新零件啦。首先是全新的轮毂零件，呈现出了比较细腻的哑光金属质感效果。那需要注意的是，这套轮毂在拼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左右方向。那之前宝马摩托上出现的全新避震零件，在这辆法拉利上也再次得到了应用，不过它的弹簧外观件由蓝色变成了红色。那经过测试呢，它的弹力达到了3公斤。在之前迈凯伦 F1 赛车上出现的3×19框架零件呢，在这辆法拉利上也是再次得到了应用。另外，在此前42140上出现的20齿和12齿的2个全新的正齿轮呢，在这辆42143上也是再次得到了应用。不同于早前的同齿数的双面锥齿轮，它们的啮合关系将更加的稳定。接下来就是这款套装的新零件重头戏啦，全新的22齿以及14齿的锥齿轮。相比于早前的齿轮零件，它们的齿距和齿厚呢都做了增加，使得在新差速器的应用上，它们的啮合关系将更加的稳定，可以显著的降低滑齿的风险，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22:14的齿轮比方案。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车子的后悬架了，那可以看到两侧使用了新避震零件，整个悬架的弹力呢还是非常大的。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方向盘后面的手动换挡结构了。那可以看到整个结构呢和42115基本也是完全一样的。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结构设计，这个球头的位置呢，后面应该会通过皮筋将其往这个方向拉住，以增加手动换挡结构的弹力。那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拉力的情况下，手动换挡结构有时候会运行不正常。那通过对这根十字轴增加弹力之后呢，整个结构运转可以更加的稳定可靠。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方向盘的联动结构啦。动力从连接方向盘的十字轴进入以后，通过2个万向节，然后经过这里的一组20:12的齿轮组以后呢，进一步的向里面的12齿齿轮传输，最终带动驱动转向的齿条零件。那可以看到整个转向联动还是非常可靠的。不过这里需要注意，在前轮回正的情况下，这根连接方向盘的十字轴需要保持十字对中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我们这里是将动力直接输入发动机端，并带动变速箱，也就是整个行驶传动系统。不过测试下来呢，由于部分档位的扭矩负载太高，导致出现了零件拧麻花的情况。经过修复后，可以看到某些档位下仍然不能正常工作。那具体的各档位传动情况以及齿轮比呢，我们会放在后面的建模环节进行专门的分析。另外，在这个位置呢，还可以看到一个设计缺陷。那这里可以看到，在控制车辆前进、空挡、后退这个档位选择结构这里呢，后面这个16齿齿轮是控制车辆前进，前面这个16齿齿轮呢是控制车辆后退，也就是倒档。在实际操作中，伴随不断的变档，可能导致前面这里的一根3单位带截止十字轴发生松动甚至脱落，并且最终掉出来以后呢，再装回去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严格来说，在设计上我们需要限制这根3单位带截止十字轴的运动。不过乐高在这里并没有做这个设计。那这里可以看到车门开合联动结构啦，整个设计呢和42115仍然比较相像。那这里可以看到这套三角形科技面板新零件了，以及这个1单位宽的2×5科技面板零件。另外还可以看到包括仪表盘以及一个法拉利标志的印刷件。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3单位宽的2×5科技面板零件啦。这款新零件呢，在这个套装上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款新零件的加入，将使这款3单位光滑销的使用场景变得非常常见。进一步的，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款全新的平行4边形的科技面板零件。另外，这里还可以看到这个全新的轮眉零件。我们继续加油！那经过了大概16个小时，这辆法拉利 Daytona 就完成啦。那和之前海外博主评测的一样，最后多出来了2个科技面板零件，它们应该被安装在车底尾部的这2个裸露的十字轴的位置。好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那这里可以看到，这辆法拉利 Daytona 整个外观面上的整体覆盖率非常的高，在整个外观面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零碎的破面，除了座椅采用蓝色的配色和原型车保持了一致。那整个车子的主色调呢，和原型车一样，也是红黑的配色。在细节方面，首先车头部分还原了原型车的整体造型曲线，另外在车头前脸两侧的多层风刀细节，以及这里条状 LED 行车灯呢，也是进行了准确的还原。那车身侧面，车门这个位置的2侧散热器进风口呢，也是做到了还原，包括车身这里的侧面收紧的腰线线条，也是保持了和真车的一致。那在车子的后方，后轮眉上方轻微拱起的弧面曲线，引擎盖上的散热结构，以及这里透明玻璃窗结构，还有车尾的固定式扰流板呢，也都做到了还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车尾这里的 Daytona 标志性的多层风刀的设计，在这里呢，也是通过大量的砖块类零件进行了准确的还原。在轮毂方面，全新开模的轮毂零件呢，自然也是保持了和真车的完全一致。在功能方面呢，首先整个悬架呢，因为全新硬避震零件的加入，因此完全不存在此前某些1:8套装的悬架不回弹的问题。然后方向盘的联动测试下来也非常的正常。车身后部的引擎盖可以打开，里面可以看到可以在行驶中联动的 V12发动机。另外在这2个位置可以按下并开启车身两侧的蝴蝶门，测试下来呢也没有任何问题。前盖也可以打开，同时这里还有一根支撑杆。不过前盖打开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空间，不过并没有此前1:8套装标配的行李箱。驾驶室上方的盖板可以取下来，可以像真车一样非常简单的将它变成敞篷车的造型。那作为静态版，整个车子在行驶方面自然只能推着玩，不过相信后面会有玩家将它改成动态版。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42143的变速箱错误。那通过建模，我们来分析一下它在各个档位下的齿轮比。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动力从 V12 发动机出来以后，经过一组20:12、一组20:16的齿轮组以后，动力进入变速箱端。变速箱可以分解为左右2个变速模块，其中左侧模块每换挡4次，驱动右侧模块换挡1次。那在8个档位下，动力经过变速箱以后呢，最终都会进入车尾这里的一组20:12、一组12:20的齿轮组，以及在差速器端都会存在一个22:14的齿轮组。最终经过计算呢，以乐高拼搭手册标注的状态为1档，8个档位的齿轮比依次为 1.47、1.18、0.94、1.96、4.09、3.27、2.62、5.46。所以呢，这个换挡顺序是乱的。那修改后，也就是在第88步装入浅绿色60483的时候，让2个换挡齿轮的凸起都朝向车尾方向。经过计算，以这个状态为1档，8个档位的齿轮比依次为 5.46、4.09、3.27、2.62、1.96、1.47、1.18、0.94，也就是正确的换挡顺序。那这个变速箱相关结构的 I/O 图纸呢，我们放在评论区了，感兴趣的玩家可以自己下载研究一下哦。好啦，那最后总结一下，这辆法拉利 Daytona 的最大亮点呢，首先在于多款新零件的加入，尤其是多达6款的首次出现的全新的科技面板。另外，在此前不久发布的迈凯伦 F1 赛车等套装中包含的其他2款新科技面板呢，在这款42143中也都得到了使用。综合下来，也就是说，在近半年内，乐高一共发布了多达8款全新的科技面板零件。这些全新的科技面板零件非常好地弥补了此前科技面板不易搭建出的一些造型，让设计师在外观搭建设计的时候呢，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对应的，大家也看到了。这款42143法拉利呢，在外观方面并没有出现像42115以及42083那样的表面大面积的镂空破面，在整个外观造型方面的完成度非常的高。当然，法拉利 Daytona 车头两侧以及车尾的多层刀片设计元素呢，在这款积木上还是使用了大量的砖块类零件进行了还原，所以也使它成为了几款1:8超跑里面使用砖块零件最多的一款套装。在其他零件方面，适配新款差速器的全新22齿和14齿锥齿轮呢，不但通过齿距和齿厚的增加，让整个差速器的运转变得更加的稳定可靠，而且还为新款差速器提供了全新的22:14的齿轮比方案。同时，这款法拉利还成为了第1款使用全新硬避震零件的跑车。也因为这款弹力高达3公斤的新避震零件的加入，使得这种1:8的大型跑车不再容易出现此前常见的悬架不回弹的问题。那再说第2个亮点，则是在包装设计以及拼搭手册设计方面能够感受到的用心，以及对应的强大的平面设计能力、品牌和文化宣传包装能力。在新品发布前的造势方面，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乐高强大的公关能力。从年初网络上泄露的谍照，到后面陆陆续续散播出来的小道消息，再到新品发布前1周的正式官宣，官宣之后1小时内的众博主同时评测发文，每一次有意或者看似无意的露出，都在整个乐高圈子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这背后显然是精心的，堪称教科书级别的 PR 策划的结果。当然，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一些内部结构设计方面的不用心，变速箱及相关的联动设计直接套用42115，肯定有玩家要说啦，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虽说也许是因为这个设计过于经典难以超越，但关键是这个档位错误呢，把之前做过的题重新拿来抄一遍，为啥还给抄错啦？而且即便是说这2款作品是来自于同一位设计师，但大家知道，即便是在乐高 MOC 圈子里，像 Bruno、T-Lego、Nico711、Lux 等 MOC 大神，他们的作品同样也是不会照搬自己以前的设计方案，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从内到外的经典的创新设计，不断的突破边界，不断的探索无限的设计可能。
何为乐高的精神？何为设计的灵魂？如果长此以往，最终得以让玩家们眼前一亮的却是在乐高 MOC 圈子里，那最终乐高官方给自己的定位仅仅停留在依靠新零件引导设计方向上啦。那再说车尾2个科技面板零件在拼搭手册步骤上的遗漏，或多或少呢也能看出来一些问题，所以大家说乐高这样是不是该被批评啊？另外，整个车子在模块化设计方面也没有明显的亮点，整个拼搭体验呢虽然并不差，但是基本上是不断的往主体上堆小模块和小零件，并没有那种很清晰的大模块的设计思想。那关于这个方面，常看我们评测的玩家呢，应该都懂的。好啦，本期评测到这里就结束啦。6月底7月初，我们会给大家带来1:8超跑大横屏，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拜拜。